几乎在那土著巨人被白小纯撞飞的瞬间，白小纯右手抬起掐诀一指，立刻他四周10多把飞剑刹那间呼啸而去，速度之快，化作10多道长虹，直接封死了那土著修士全身四周的所有退路，根本就不给对方任何反应的时间。眨眼的功夫，凄厉的惨叫传出时，白小纯的那些飞剑就直接分割了那巨人的身躯，直至死亡。这土著巨人都还没来得及自爆，就已经形神俱灭。白小纯没有半点迟疑，斩杀一人后猛地一晃，仿佛化身暴龙，横冲直撞，再次靠近一个土著巨人身前，右手抬起时，身边飞剑呼啸而去。那土著巨人想要闪躲，可白小纯速度太快，根本就闪躲不及，惨叫中头颅飞起。与此同时，其他的土著巨人已陆续临近，正要齐齐出手。白小纯猛地抬头，他右手抬起，向着地面狠狠一击，轰鸣中大地震动，掀起风暴横扫四方。在那冲击下，这些土著巨人一个个都面色变化，而白小纯的速度在这一刻也急速展开，竟是一个人对抗10多个巨人。轰轰轰，声响震天。或许这一幕对于整个战场而言不算什么，可在这一小片区域，白小纯的存在仿佛战神一般，任凭那10多个土著巨人如何阻挡，也都无法将他拦住。只是这战场上的土著巨人太多了，很快的，他的四周就有上百土著巨人厮杀而来。轰鸣中，白小纯身上的防护罩正飞速崩溃，每崩溃一层，他的身体就会震动一下。可他的眼睛已经赤红，此刻早已疯狂。你们太欺负人，这么多，欺负我一个！白小纯一边冲撞，一边怒吼，身体如一道流星，轰的一声撞在了一个土著巨人的胸口，将其直接撞飞后，眼看四周上百巨人层层包围，竟齐齐出手而来，形成的气势让这八方风动后，白小纯吸了口气，他左手在储物袋上一拍，顿时取出了大把丹药，猛地扔出。这些丹药刚一飞出，立刻崩溃开来，阵阵致幻的雾气散出，融入四周土著巨人身体内，顿时各种古怪的举动立刻就在这上百土著身上出现。借助这个机会，白小纯赶紧冲出包围。可就在他冲出的瞬间，竟有数百土著从四周嘶吼杀来，每一个都杀意惊天，甚至当前的10多个巨人竟在靠近时，全身内外散发出了自爆的气息。白小纯双眼猛地一缩，想要避开已来不及。这10多个土著巨人同时自爆，声响滔天，大量的酸液扩散，更有冲击回荡。白小纯面色变化，身体外的防护层大量的崩溃开来。可借助这冲击之力，他的身体猛地冲起，竟借力远遁。只是战场太大，且距离阵法光幕又太远，白小纯哪怕远遁一些距离，也始终无法挣脱出去。几乎在他身影停顿的瞬间，他的四周数百土著巨人再次包围上来。白魔，你死定了！我要吃了你！四周土著嘶吼，再次靠近时，杀戮又起。白小纯身体颤抖，可目中的疯狂却更多。右手抬起时，他四周的法宝竟有30%全部崩溃自爆开来。法宝自爆，威力惊人。轰鸣中，那数百土著鲜血喷出，一个个身躯倒退而去。可还没等白小纯再次逃遁，立刻又有数百土著冲杀而来，赫然是要以这种方式生生的将白小纯耗死在这里。这一幕落在远处那上百大酋长的目中，他们纷纷冷笑，知道白小纯这里若无意外必死无疑，甚至已有几个大酋长已从所在之地直奔白小纯的方向。至于其他的大酋长，如今也都散开，击杀被吸来的5大军团中的强者以及千夫长。整个战场顿时混乱开来，天空上陈鹤天着急，这种战争的手段以前从来没出现过，此番出现，让他这里也都措手不及，可却于事无补。那红衣女子全力牵制之下，她难以逆转乾坤。而白灵等人以及大多数的万夫长，此刻虽在阵法内，但他们的敌人是那些炼魂师的神魂，彼此厮杀更为凶险。一时之间，战局的变化都在那阵法光幕的蔓延上。随着蔓延，不时有阵法外的修士重回阵法内，只有回到这里才可以松缓一些。可因5大军团修士分散开来，能顺利回来的毕竟是少数。战争正在以极其惨烈的方式血染大地。
白小纯声音都沙哑了，生死危机强烈无比，仿佛全身每一寸的血肉都在尖叫。眼看自己又要被包围，白小纯暗自发狠，放弃了施展寒气的打算。从交战直至现在，他虽强悍，可实际上也仅仅是展现了肉身之力而已。这里毕竟是长城外，灵力已感受不到，施展术法又来不及补充的话，那么他很快就会灵力枯竭。一旦枯竭，等待他的就只能是死亡。所以，灵力的施展只能用在最关键的时候。白小纯狠狠一咬牙，大吼中，索性将身体外的那些法宝再次崩溃了3成。轰鸣撼天动地，四周的土著巨人再次重创，一个个喷出鲜血，可他们的目中露出的却是疯狂与嗜血，竟没有后退，而是陆续展开自爆。自爆的砰砰声如同死亡之鼓，一声声敲在了白小纯身体外的防护光幕上。没过多久，他身体外的防护光幕就全部崩溃。至于那些铠甲，也承受不了多久。当白小纯借助最后的那几成法宝自爆之力，终于杀出了这重重包围后，他的铠甲已碎裂成为飞灰。在他的身后是一地的尸体，甚至这短短的时间内，因白小纯的强悍与疯狂，使得四周要继续包围而来的那些土著巨人，一个个都心惊神摇，一时之间竟被白小纯这里所震慑。白魔，他一人之力，竟击杀我们如此之多！该死的，此人不但炼药惊人，就连战力也都如此，留不得，我一定要吃了他！只不过是他的防护太厚罢了，现在他已没什么防护了，他必死！四周土著纷纷嘶吼，再次包围而来。其中有3个土著，身体明显比其他巨人庞大一些，凶残更多，速度更快，当先冲出，直奔白小纯。白小纯面色始终苍白，弯腰气喘吁吁。他看着四周如潮水一样，似乎根本就杀不完的土著巨人，听着他们的嘶吼，闻着他们口中散出的血腥味，白小纯目中的血丝让他的双眼完全成为了绯红。没有防护，你们就能顺利的杀我？白小纯笑了，这笑容带着不屑，更有一丝疯狂。他已豁出去了，他很明白，今天在这里自己是九死一生，若不去拼命，那么连最后的生机也都没有。在这笑声中，白小纯猛地站直了身体，一股强悍的肉身之力在他体内轰然爆发，形成了风暴，向着四周横扫时，他的皮肤成为了金色，他的身后出现了金刚虚影，他的双腿，他的2只手臂，赫然浮现出了无数仿佛静止般的符文。不死长生功全面爆发！在这爆发下，白小纯蓦然抬头，向前一步踏出，这一步落下的瞬间，他直接就发动了撼山撞，直奔那3个当先冲来的其中一个土著巨人而去。这一幕太快，破空之声刚一出现时，白小纯的身体形成了一连串的残影，直接就整个人撞在了那土著巨人身上。这土著巨人仗着自己肉身强悍，嘴角露出狰狞，可在与白小纯碰触的瞬间，他猛地睁大了眼，还没等传出声音，轰的一声，他的身体竟在与白小纯彼此的撞击中，轰的一声被狠狠地撞飞。咔咔的骨头碎裂的声音，还有血肉撕开的声响立刻传出，那巨人的惨叫也在这一刻回荡。他人在半空，还没等落下，整个人就砰的一声直接崩溃爆开，竟是被白小纯一撞之下形神俱灭。还有谁想死？在撞灭这巨人之后，白小纯猛地转身，他的身后此刻那另外2个土著巨人已带着杀意而来，正要出手时，白小纯狞笑，右手瞬间抬起，任由对方一拳轰在身上，可他的右手却闪电一般，直接就卡在了这巨人的喉咙上。哪怕白小纯的手与这巨人的喉咙比，似无法覆盖全部，可他手中蕴含的毁灭之力，却在这一瞬，随着他2指狠狠一捏，轰的爆发，直接捏碎。更有阵阵黑芒扩散这巨人全身，所过之处，这巨人全身骨头全部碎裂。正是碎喉锁。没有结束，连杀2个土著巨人后，白小纯右脚猛然抡起，直接横扫向了身后。他的身后，那第3个土著巨人正挥舞着一把残破的大剑，直接斩来。瞬间，白小纯的右脚就与那大剑碰到了一起，咔咔声中，大剑崩溃。那土著巨人的手臂也被白小纯右脚碰到，轰的一声，这巨人惨叫，
右手血肉模糊时，有一道道黑丝瞬间蔓延其全身，竟形成了封印。这封印似可以产生无法形容的痛苦。这巨人身体一颤，惨叫惊天，居然痛得直接就跪在了地上，不断的哀嚎。正是不死劲，还有谁想死？白小纯骤然转头，一只脚踏在那正控制不住哀嚎的巨人手臂上，全身上下煞气惊天。他的长发飘舞，他的衣着破损了大半，露出金色的皮肤，整个人站在那里，仿佛天神一般。他的目光带着疯狂，更有凶残，狠狠地盯着四周的土著巨人。被他这么一看，顿时四周想要冲杀而来的土著纷纷呼吸凝滞，看向白小纯时，骇然的目光中充斥着无法置信。他们亲眼见证了这一路围杀，白小纯的强悍，被他击杀的土著巨人已有上千之多。本以为他是借助防护才有如此威势，可眼下白小纯在没有任何防护之下，连杀3人，这一幕形成的冲击力更大。此刻他的声音回荡，四周竟没有一个土著巨人敢说一句话。击杀3大土著巨人，看似干净利落，可对白小纯来说一样辛苦。这3人都非寻常土著，修为堪比结丹大圆满，距离元婴也只是半步而已。而白小纯的不死长生功也在这一战中起到了关键作用。不说其他，仅仅是恢复力，就使得白小纯的战力可以持久太多太多。此刻借助说话的时间，借助自身煞意形成的震慑，白小纯看似威武，可实际上全身都在放松，正在急速的恢复力气。我来！可就在这时，一声闷闷的咆哮从不远处的土著巨人身后突然传来，大地震动了几下。白小纯猛地抬头，立刻看到在那里赫然有一个高达100多丈的惊天巨人，穿着带着兽毛的皮衣，正狂奔而来。这巨人披头散发，神色狰狞，脸上有不少疤痕，看起来触目惊心，且似乎极为暴躁，更是力大无穷。他吼声传出时，身体狂奔，所过之处，所有巨人都面色变化的闪躲，一些闪躲不及的，竟被他直接卷飞。魁！随着巨人的到来，四周其他土著纷纷振奋，全部大吼为其助威。白小纯看了一眼，也心惊肉跳。他不知道四周土著喊的是不是这巨人的名字，可无论如何，这巨人居然能手臂一挥，就将阻挡在他前方的土著挥出数十丈外，可见其力之大，极为惊人。几乎在白小纯看去的瞬间，这巨人已冲出了人群，迈着大步，目中露出残忍。刹那临近白小纯，右手抬起，向着白小纯这里狠狠的一脚踏来。给我死！这脚的大小不说，在速度上一样惊人，掀起破空声的同时，更是蕴含了强劲的肉身之力。白小纯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他知道自己不能闪躲，一旦闪躲，这四周被他之前震慑的土著必定再次包围杀来。是你死！危机关头，白小纯也怒火滔天，他狂吼一声，右手抬起握拳，竟毫不闪躲，直接一拳与那巨人的大脚碰到了一起。远远一看，这一幕很不协调，甚至可笑。100丈多的巨人，脚掌之大，如同小山，而其下方的白小纯仿佛蝼蚁一样，挥舞出了他全部肉身之力凝聚的一拳。轰轰轰！震耳欲聋的声响，在这一刻似要崩溃苍穹，骤然传出，撼动了战场，传遍了四方，使得这方圆千里内尽都可以听到。一股惊人的冲击爆发开来，横扫四周。在那巨响下，白小纯的拳头与巨人的大脚碰到了一起，白小纯全身一震，低吼中只觉得一股大力顺着拳头传遍全身，他的皮肤、骨头乃至全身每一寸血肉都在这一刻似乎颤抖起来，似乎要毁灭自己的生机，摧毁自己的身躯。我岂能死在这里？白小纯怒吼，他的身体颤抖中有一星号似无穷无尽的气力，从他全身内的所有血肉中激发，融合在一起，形成了巨力，悍然反击。死！白小纯大吼，狠狠再次一拳。这一拳蕴含了不死皮、不死金刚、不死金，形成了黑芒，环绕在他的拳头上，直接扩散了这巨人的全身。声响中，那100多丈的巨人全身猛地颤抖，发出了一声凄厉的嘶吼，他的右腿直接爆出了血雾，所有血肉
瞬间崩溃，连同骨头也都刹那间成为飞灰。更是随着那黑芒的扩散，这100多丈的巨人，他的另一条腿，他的身躯，他的双臂，他的头颅，他的一切的一切，都在这眨眼间，轰的一声，直接爆开成了血雾。血雾如雨，从半空洒落四周。白小纯身边的那之前还在哀嚎的巨人，也早就在那冲击下形神俱灭，使得他所在的100丈内只有白小纯一个人站在那里。四周寂静，这片范围内的土著巨人，一个个心神此刻早已轰鸣滔天，他们无法置信地看着这一幕，他们的脑海里如今仿佛天雷滚滚，骇惧到了极致。葵死了？这怎么会这样？葵啊，他是葵啊，力大无穷的葵，他失败也就罢了，可竟然被这白魔一拳直接轰碎了身躯，这怎么可能？天啊，到底这白魔是圣族，还是我们是圣族啊？这种肉身之力，四周土著纷纷颤抖，看向白小纯时，露出惊恐。白小纯已经证明了，他不是依靠防护，而是依靠一身强悍的肉身之力。此力之大，就连那力大无穷的葵也都完全不是对手。血雨在落，可四周的土著，他们的心中却没有了丝毫战意。那血雨之下的身影，成为了他们的噩梦。在那血雨中，白小纯的身体似不在乎被腐蚀，缓缓抬头，冷眼看着四周所有待在那里的土著巨人。还有谁想死？众土著沉默，无人说话，一个个呼吸粗重，神色内的恐惧与忌惮格外明显。还有谁想死？白小纯身上煞气再次升起，向前走出几步，声音也大了一些。四周土著面色苍白，纷纷后退。想杀我白小纯？我问你们，还有谁想死？白小纯蓦然大吼，声音超越天雷，回荡四方，传遍小半个战场，落入到了在这片区域内正在与其他土著巨人艰苦厮杀的那些5大军团修士耳中。所有听到这句话的修士都身体一震，猛地看向白小纯所在的地方，一个个神色各异，可绝大多数都咬牙之下立刻后退，直奔白小纯所在的方向。很快的，这些5大军团散落在这片区域的修士就陆续出现，他们一个个都带着伤势，很是狼狈。可在靠近这里时，分明看到了不少土著，但却没有一个土著巨人敢去阻拦，使得他们化作一道道长虹，竟陆续的出现在了白小纯的四周，足有数百人之多。看到白小纯后，他们也看到了这四周大量的土著尸体，那种惨烈触目惊心的同时，也让他们在看向白小纯的一刻，心神同样被震动。参见白大师，参见白大师，声音回荡，带着他们的震撼，带着他们对白小纯这里重新的认识，一个个似乎将白小纯当成了他们的核心。眼看四周竟聚集了这么多修士，而那些土著巨人分明胆怯，竟没有阻拦。白小纯始终紧张的心绪，此刻再次波动了一下。他隐隐觉得这是一个好机会，人多力量大。白小纯想到这里，神色依旧保持冷冽，抬起头，身上气势散出，右手抬起猛地一挥，低沉沙哑的声音回荡四方：走，我带你们回长城。只是一句话，可这句话在传出的刹那，在落入四周修士耳中的瞬间，他们一个个都颤抖起来，猛地看向白小纯。在这茫然无助、举目都是土著的战场上，在这九死一生的危机中，他们最渴望的就是能回到长城内。可他们知道，自己或许没有太多的希望了。尤其是那些亲眼看到同伴死亡的修士，更是如此。可眼下，当有一个人告诉他们，他要带着大家回长城时，且这个人似乎真的能做到，甚至都让土著畏惧，甚至喊出了那句让他们这一辈子都忘记不了的话语后，他们心中的撼动难以形容。还有谁想死？这句话在这一刻重新浮现在了四周修士的心神内，他们呼吸急促，不是紧张，而是因为他们心中激动。他们看向白小纯后，陆续的转头，守护在了白小纯的四周。他们的目中在这一刻爆发出了对生命的渴望，对活下去的无限追求。走，谁阻挡我们，我们就杀谁。走，喊出我们的声音，让更多的修士找到回长城的路。走，哪怕我们最终没有回去，可我们也要让这片世界、这片时空从此记住我们的声音。白小纯低沉的声音回荡，他四周
这数百修士一个个如同绝望中抓住了最后一根稻草，一个个眼睛都红了起来。走！白小纯眼看火候差不多了，顿时大袖一甩，狠狠地咬牙时，知道自己必须打头阵，只有这样才可形成更强的影响，才可最终死中求活。于是大吼一声，身体猛然飞出，直奔远方的阵法光幕。走！走！一声声重燃希望的怒吼骤然回荡天地间，这数百修士一个个爆发了全力，簇拥在白小纯身边，如同一支利箭，在这战场腹地内蓦然杀去。所过之处，前方的那些土著修士连忙后退，毕竟明知不敌，没有人甘心死亡，尤其是在见识了白小纯的凶残后，他们更是如此。哪怕明知道一哄而上，哪怕全部死亡，可只要有前仆后继之人一批批到来，一定可以将白小纯灭杀。但却依旧没有人去阻止，任由这数百修士一路厮杀而去。尤其是白小纯在最前方，他始终都是动用肉身之力，关于自己的术法丝毫没有展开，因为他害怕，他觉得在这里要杀自己的人不少，灵力要成为最终的杀手锏。好在不死长生功恢复惊人，在这倚仗下，他带着那数百修士横冲直撞，一路势如破竹，摧枯拉朽。之所以能如此犀利，自然也是因这数百人是在绝望中抓住了稻草，哪怕付出一切，也都绝不会松手，更不会允许其他人过来抢走稻草。轰鸣回荡，厮杀惊天，随着冲击，随着从战场腹地杀出，一路上他们的声音也在不断的传出。还有谁想死？五大军团的道友们，我们带你回家。这样的话语不断的传出，传遍四周的同时，一个又一个在生死间挣扎的修士纷纷拼了全力加入进来，使得四周的人数越来越多，很快就从几百到了数千。数千规模已极为磅礴，使得他们的冲击之势更为猛烈。这支利剑在这战场上顿时为人瞩目，长城内的修士也都看到，甚至天空上的陈鹤天也一样目光扫去。看到这一幕后，陈鹤天为之动容。巨木之法，全力掩护，阵法光幕，倾斜蔓延，接应白小纯。随着陈鹤天的话语传出，立刻主城内的高塔巨幕光芒闪耀，一道道光柱呼啸而出，直接落在白小纯所在的方向，要为其清理退路。还有阵法光幕竟在扭曲中倾斜，形成了一个凸形，向着白小纯众人那里快速蔓延。至于那些分散在四周的部落大酋长们，也都陆续看到了。杀了此子！就在这时，与陈鹤天交手的红衣女子忽然开口，声音立刻传遍整个战场。陈鹤天怒喝一声，全力出手，但却于事无补。只见保护上百炼魂师的那数千魂修，一个个猛地抬头，立刻其中有一部分直接站起，化作一道道长虹，直奔白小纯等人所在之地。他们身影诡异，速度极快，一个个虽看起来都是俊男美女，可目中却有幽芒，隐隐的似乎在他们的影子里都有魂魅。陈鹤天的话语以及巨木的光柱，还有那阵法光幕的凸形，白小纯听到也看到了，他内心泛起激动。可这激动刚刚出现，他就听到了来自那红衣女子的声音，继而看到远处呼啸而来的那些魂修。欺人太甚！白小纯着急，内心更是发狂。那种明明看到了生机所在，可却有人要阻止的感觉，让他整个人都暴怒起来。兄弟们，干掉这些魂修，灭了他们，我们回长城！白小纯怒吼，他四周那数千修士一个个也都亲眼目睹了这一切，纷纷嘶吼。只是来临的那些魂修并非单独，而是在临近时不知展开了什么方法，竟使得四周不断后退的那些土著巨人一个个发出咆哮，仿佛目中失去了焦点，如失去了神智，如野兽一样，居然重新冲杀而来。好在被这些魂修影响的土著修士不是全部，只有四周的一部分，可虽然如此，依旧对白小纯等人造成了影响。眨眼间，这些魂修就陆续临近，有不少直奔白小纯，而那些土著巨人也都咆哮中厮杀，使得这数千修士无法结阵。最快的是一个中年魂修，他整个人如模糊，瞬间就出现在了白小纯的面前，目中露出寒芒，右手掐诀时，有一缕绿色的火焰在其手中出现，向着白小纯猛地按来。在他身后还有7个魂修，速度只慢一丝，
急速而来，显然只要稍微阻挡白小纯一下，那么这7人就会刹那临近，形成灭杀之局。而更远处还有数十个魂修也都展开全速而来，甚至还有不少散在了四周，封锁了白小纯的一切退路。想杀我！危机关头，白小纯目中跳动着疯狂。面对那来临的没有表情的中年男子，白小纯竟毫不闪躲，身体猛地冲出，如同归于尽般，竟直接与那中年男子碰触到了一起。轰的一声，白小纯嘴角溢出鲜血，可却没有半点后退，狰狞中展开撼山撞，直接撞击那面色变化的中年修士，生生的推动其身，杀入后方来临的7位魂修之中。这一幕很突兀，可来临的这7位魂修目光一闪，竟没有半点迟疑，纷纷出手，顿时就有7条魂龙幻化而出，咆哮中直奔白小纯吞噬而来。等的就是你们！白小纯低吼一声，双眼瞬间似出现了蓝色，眨眼的功夫，一股惊天动地，让这四周虚无瞬息冰冻的寒气，轰然间直接从白小纯身上爆发出来。寒门养念诀，这寒气虽不如至寒，可却无限的接近。此刻寒气轰然扩散，直接覆盖方圆数千丈的范围。寒气所过之处，土著也好，魂修也罢，全部都身体一震，尤其是那些土著巨人，更是睁大了眼，身体刹那间直接冰封。而那些魂修也都一个个面色大变，这一幕完全出乎他们的意料之外，尤其是最靠近白小纯的那些魂修，更是脑海轰的一声，甚至连修为也都冰封。眨眼间，数千丈范围直接成为隆冬，寒冰覆盖，寒气惊人，似要冰封一切，甚至还有蓝色的雪花凭空而出，笼罩八方。现在该我杀人了！白小纯声音有些颤抖，他紧张，他害怕，更有冷厉。因他不想死，既然自己不想死，那么就只能杀人。这里已成寒界，这里是白小纯的世界。数千丈的范围在这一瞬成为寒境，其内土著巨人也好，魂修也罢，全部都在这一刹那心神轰鸣，他们的身体，他们的修为顷刻间如被冰封，元婴以下无法移动丝毫。就算是结丹大圆满，就算是假阴修士，也依旧如此。眨眼间，那些土著巨人一个个内心骇然，那些魂修全部心神急转，试图挣扎，可在这寒气下，短时间根本就无法做到。而白小纯这里，此刻身体向前一步走出，挥手间，顿时他前方的那位中年魂修身体轰的一声直接崩溃爆开。还有就是那7个最靠近白小纯的魂修，他们内心在咆哮，可身体却无法动弹，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白小纯刹那而来。离去时，轰鸣之声回荡，这7个结丹魂修顿时身体崩溃爆开，化作大量冰冻的血肉四散激射开来。这里是我的世界！白小纯目中露出狠厉，右手抬起向着地面一指，顿时他的寒气再一次扩散。这一次不是数千丈，而是直接扩散到了万丈。上寒者，化万丈区域为寒境，万丈之内冰封一切。白小纯势如破竹，所过之处摧枯拉朽，不断的出手下，一个又一个结丹魂修身体陆续的碎裂。这一幕太快，白小纯疾驰之下，杀戮无尽。一个土著巨人全身震动，头颅直接爆开，在那冰块内，白小纯冲出，掐诀间，顿时他四周的10多个魂修，一个个都身体直接碎裂。可此地的土著与魂修数量不少，就算是此刻借助上寒之力，白小纯一时之间也无法全部灭杀，甚至随着时间的流逝，在几个呼吸后，已经有魂修在这绝望的挣扎中，仿佛寻找到了一线生机，他们的身体似乎可以小范围的活动。眼看如此，白小纯冷哼一声，双手掐诀，蓦然间向着两边狠狠一甩，口中轻吐禁影。这2个字从他口中传出的瞬间，顿时在这万丈范围内赫然出现了10座1人多高的巨大镜子。这些镜子在出现后，立刻其内就凝聚出了虚影，也就是眨眼间，这些虚影纷纷走出，居然都是白小纯，仿佛分身一样。10大寒境分身在出现的一瞬，立刻向着四周杀戮而去。轰鸣回荡，一个又一个土著巨人全身崩溃，一个又一个魂修
形神俱灭，即便是能活动身体的，也因身体的迟缓，最多就是发出死亡前的凄厉惨叫而已。巨响滔天，轰动四方，万丈范围内如同成为了修罗地狱。唯独可惜，这种大范围的神通术法对于修为消耗极其严重。若是在通天大陆还好一些，可以立刻补充，但在这蛮荒里，四周没有天地灵气，自身灵力消耗一份就少一份，且这还是他首次全范围的展开上寒，短短的时间，灵力如流水一样急速损耗，所以整个过程只是维持了约莫10个呼吸的时间，白小纯就身体一冲而出，右手掐诀一指，顿时这四周的万丈冰寒瞬间融化，隆冬消散。几乎在这寒劲散去的刹那，一声声凄厉的惨叫骤然间从哪些身体碎灭，可因冰封存在，还没有彻底死亡的魂修与土着口中传出。放眼看去，万丈范围内血色漫天，地面无数尸体，死亡的土著族有数百，被灭杀的魂修也有70、80人。这一幕让四周侥幸没有踏入万丈范围的土著与魂修一个个倒吸口气，看向白小纯时心神震颤，目中的骇然与无法置信表露着他们的恐惧。这怎么可能？此人竟如此强悍，这哪里是什么结丹？这分明已有了元婴之力，灭杀结丹居然如碾压蝼蚁。在这四周蛮荒土著与魂修震撼时，在这万丈范围内虽一样被冰封，可却没有受到伤害的那些5大军团的修士也都一个个脑海嗡鸣起来。他们呼吸粗浅不一，看着四周的这一切，在看向白小纯时，他们的目中露出了强烈的狂热之意，甚至不少人的目中都带着崇敬。弱强食的时代，强者更容易让人尊重，在修真界更是如此。这一刻，白小纯一战立威，让自己的名字于四周所有人心神里深刻烙印。跟我一起杀，我们回长城。白小纯呼吸急促略有紊乱，他此刻肉身疲惫，修为耗费了大半，声音也都嘶哑，仰天咆哮后，他四周的那些5大军团的修士顿时回应，一群人呼啸而来，簇拥着白小纯，向着光幕所在的方向猛然冲去。眼看自己被众人环绕，白小纯这才内心松了口气。别看他之前凶残，可实际上他心跳的速度比所有人都快，他的紧张更是只有自己才知道。只不过他觉得不能让人看出自己的害怕，这才掩盖。此事他以前做过多次，早就驾轻就熟，更是立刻取出一瓶瓶灵酿，如喝水一样大口大口的喝下，甚至还分给了四周修士不少。而在暗中，白小纯也拿出了一枚神虚丹，放在手心里，以备不时之需。这神虚丹才是他真正的杀手锏，有此丹在，可以让他瞬间伤势全部恢复，虽灵力不会随之恢复，可他的储物袋内存在了太多克扣下来的灵酿。如此一来，众人精神大振，冲杀更为凶猛。那些土著也好，魂修也罢，根本就阻拦不住。眼看着数千修士簇拥着白小纯，距离光幕所在已不到1000丈时，远处又有数百魂修竟也呼啸而来，直奔此地。甚至更远处，一个个散出惊人气息的部落大酋长，带着自身堪比元婴的战力，也急速而来。只不过主城内的巨木执行陈鹤天的命令，对于这里很是关注。一道道光柱瞬间穿透虚无而来，使得那些堪比元婴的大酋长一时之间无法靠近太多。至于那些结丹魂修，因数量太多，顺着一道道光柱的空隙纷纷冲杀进去。靠近白小纯所在的区域时，他们一个个身上魂力骤然散出，影响了四周的那些与他们一起来临的土著。这些土著的双目内再次空洞后，一个个咆哮冲击，刚一靠近便立刻展开自爆，似乎就算拼了一切，也要将白小纯的性命留在这里。轰轰之声滔天回荡，那些土著巨人的自爆形成了冲击，更有腐蚀的血水四散，一时之间对这数千修士造成了重创，形成了阻拦。甚至在那冲击下，这些修士都喷出鲜血，不断后退，组成的大军似乎也要被冲散。眼看如此，白小纯着急了，他拿着一瓶灵酿一口喝尽后，身体一晃，再次冲出，寒气从其体内再一次爆发出来。可这一次，在他寒气扩散的瞬间，那些魂修一个个目光闪动，竟每个人的身上都扩散出了黑色的雾气。这雾气眨眼凝聚出魂影，向着白小纯嘶吼时，似可以略微抵抗寒气的扩散。
使得那些魂修不像是之前那样没有了任何反击之力，而是能在这寒气内小范围移动。如此一来，从理论上说，除非白小纯可以将寒气更强，又或者能将寒气的持续时间增加，否则的话，若是如方才那样只是10多息的时间，他无法顺利的灭杀所有。毕竟之前的那些魂修无法反抗，可眼下能小范围移动的魂修，他们可以挣扎。不过这2个办法，前者白小纯做不到，后者于这没有灵气的蛮荒内，就算是依靠灵酿，也需在体内转化的时间，所以他还是做不到。可白小纯能做到的，以其铁血之意，拼命之势，不惜受伤，厮杀魂修。而他也的确是这么做的。此刻猛地冲出，直接靠近一个魂修，任凭对方的神通轰在身上，白小纯没有丝毫闪躲，一把抓住对方的手臂，撼山撞轰然爆发，直接将此人撞得粉身碎骨。没有结束，他一步落下，不去看眼前那魂修掐诀凝聚魂力化作魂剑的灵境，任由这紫黑色的魂剑穿透自己的肩膀。白小纯左手抬起，猛地卡在对方脖子上，狠狠捏爆。轰鸣中，他的速度没有丝毫停顿，再次前行，紫气化顶降临而来，更有道道锋刃呼啸四方，所过之处，以伤换杀，欲斩元婴。白小纯如发狂，他的伤势极重，可目中的赤色让人触目惊心。他的身后一地尸体，他的前方那些只能小范围移动的魂修全部心神震撼。在他们看去，白小纯已经疯了，这完全是不要命了一般。他虽杀了不少魂修，可自身的伤势已经极为严重。但白小纯似乎不在乎，他迈着大步，口中发出怒喝：“杀！”骤然间就出现在了一个魂修老者的面前。出手时，这老者怒吼，右手猛地抬起时，其手指上的血肉竟自行腐朽，露出了漆黑的手骨后，一把抓向白小纯的胸口，似要将其穿透，抓出心脏。与此同时，四周还有7、8个魂修，也都不惜代价，哪怕七窍流血，激发魂力，抵抗寒气的同时，也挣扎的杀来。只要能将白小纯停顿一下，他们就可以联手让白小纯形神俱灭。眼看危机，白小纯笑了，笑得有些狰狞，任由那老者的漆黑手骨轰在了自己的胸口。老者目中露出惊喜，正要狠狠一抓，可却面色大变，感觉自己仿佛抓到了一块金铁，竟无法撼动丝毫，内心咯噔一声，想要后退已来不及。白小纯直接一头撞来，轰的一声，直接将这老者的头颅撞得4分5裂。那老者惨叫中想要反抗，可在这寒气的影响下，他哪怕一身假阴修为也都被压制了不少，顿时形神俱灭。击杀老者，白小纯蓦然转身，双手掐诀下，一股风暴从他四周骤然旋转而出，与四周那7、8人直接就碰到了一起。鲜血喷出时，白小纯已如闪电一般，分别在那7、8人的胸口各自狠狠一拳落下。声响传出，这7、8个魂修都鲜血喷出，身体如断了线的风筝，直接倒卷。这一切说来话长，可实际上只是10多息的时间，从白小纯出手直至眼下，他击杀了至少有上百魂修，还有不少土著巨人。他的身后血流成河。随着四周寒气再次消散，白小纯身体一个踉跄，立刻被他身后的5大军团修士扶住。这些修士一个个眼睛都红了，亲眼看到白小纯的勇猛后，他们也都发狂，将白小纯层层保护后，不要命的向前冲杀。白小纯面色惨白，呼吸极为粗重，趁着众人将其保护时，他狠狠一咬牙，立刻将一枚神虚丹吞下，更是连续喝了几大瓶灵酿补充灵气。方才他之所以敢以伤换杀，就是因为有神虚丹在，这丹药他之前吃过，知道神奇。此刻丹药入口，立刻化作火热之力，眨眼充斥全身，使得他的伤势竟肉眼可见的加速恢复。而在他吞下丹药的过程中，这数千修士发狂的冲击，终于距离光幕所在已不到500丈的距离，甚至还有不少散落在四方的修士也都闻讯赶来，使得他们的人数快要上万之多。在这战场上，如他们这样形成了规模的修士，并非只有此地一个，在战场的其他区域也有7、8个这样规模的大军，每一个这样的规模军团内都至少需要一个核心般的人物。在此地，这万人军团的核心正是白小纯，与其他的核心人物
依靠长期以来的威信不一样，白小纯这里是完完全全在这短短的时间内，生生的杀出了自己的威严。那种悍不畏死，那种一人对抗数百魂修，击杀土著与魂修之多，让人骇然听闻的一幕幕，使得白小纯在这万人中成为了瞩目，更是获得了认同。可就在这万人军团眼看就要冲出层层重围，距离光幕越来越近的刹那，突然的，四周试图杀入进来的那些堪比元婴的大酋长，他们中的一个竟不知展开了什么手段，居然从那巨幕光柱的干扰下，竟成为首个突破了巨幕的光柱阻挡，直接杀入进来之人。这堪比元婴修士的土著大酋长，他的身体看似只有10多丈大小，可在踏入进来后，竟一晃之下，直接高达100丈，大步迈出，整个人身上爆发出惊人的气势，这气势几乎成为实质，化作了风暴，横扫四方。速度之快，在阵阵惊呼声传出时，这土著大酋长竟一步之下就出现在了这万修之前，神色狰狞地发出一声咆哮：“白魔，受死！”他声音如天雷，轰鸣而出时，他前方的那些保护白小纯的修士顿时身体颤抖，鲜血喷出。与此同时，这土著大酋长身体一晃，直接杀来，其右手抬起，如一座小山，猛然压下。那些5大军团的修士难以阻挡，眼看着土著大酋长势如破竹，就要临近白小纯。白小纯被人扶着，此刻猛地抬头，双目收缩中吸了口气。原因，白小纯没有半点迟疑，他之前就猜测到蛮荒不会让自己这么容易就回去，所以之前留下了不少的杀手锏作为准备，就是为了以防万一。此刻虽心神震动，并深深吸了口气，可他却没有意外，而是狠狠一咬牙，双手掐诀时，体内不死长生功直接爆发，拔地而起，直奔那来临的大酋长而去。还有寒气也在这一瞬轰轰扩散，覆盖八方。眨眼间，二人在半空中就碰到了一起，巨响轰鸣，白小纯喷出鲜血，只觉得一股大力以及元婴的威压扑面而来，似要碾碎自己的身体。同样的，那大酋长也不好受，竟然嘴角溢出鲜血，目中露出无法置信与不可思议，身体噔噔噔的退后几步。“你到底什么修为？你没有受伤？”这大酋长一口气问出2句话，可见心中震撼。以他的修为，眼前这白魔居然能与自己似乎势均力敌，这让他觉得匪夷所思。能杀你的修为？白小纯擦去嘴角的鲜血，他看着距离自己这里已不远的光幕，又看着四周那些被光柱阻挡、无法快速靠近的其他堪比元婴的大酋长，他知道时间的拖延对自己来说就是死亡的逼近。白小纯目中红芒一闪，整个人豁出去了，双手猛地掐诀，向着地面狠狠一按。水泽话语一出，立刻这四周天地顿时凭空的出现了波动，随着波动的扩散，水汽散出，似将这四周的范围化作了一片沼泽之地。在这沼泽隐隐出现的瞬间，那大酋长面色变化，他感受到了一股强烈的生死危机，这危机让他身体一震，内心咯噔一声。这白魔古怪，这大酋长目中杀意闪动，知道不能让白小纯继续，身体瞬间竟缩小，从100丈缩成10丈，速度更快，轰的一声杀向白小纯。“去死！你给我去死！”白小纯一样低吼，双手从大地猛地掀起，他头发飞舞，全身衣袍沾染鲜血，可依旧散出惊人的气势。大地轰鸣间，他的声音超越天雷，惊天动地。国度轰轰轰，大地颤抖，一根惊天巨刺直接就从地面出现，冲天起后，第2根、第3根巨刺陆续而出，如山峰一样，让这战场所有人都不禁目瞪口呆，丝丝吸气声不断。而那大酋长首当其冲，直接就被那巨刺碰触，整个人喷出大口鲜血，神色内露出不敢相信的惊惧，看着这天地的一幕幕，内心震动不已。他的身体被寒气入侵，他的四周被水泽弥漫，他的下方此刻是历次呼啸而来，甚至他都看到了水泽下似乎藏着一只让他毛骨悚然的巨兽。而这一切还没有结束，白小纯身体一冲而出，在了那大酋长上方的半空中，他双臂伸开，仰天一吼：“人山诀！”轰的一声，他的四周肉眼可见的出现了无数厚土，
眨眼间就凝聚在一起，直接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石人，以其人山之力，在这一刻向着下方的大酋长直接狠狠的倾全力砸压下去。赵师兄能杀元婴，我白小纯一样可以。这怎么可能？下有水泽国度，四周有寒气侵体，上方则是白小纯的人山之力，集合这种种的一切形成的杀局，正是白小纯为了最后的生存于流出的最强杀手锏。他之前就判断自己这一次极为危险，所以无论是开始的肉身之力，还是中期的灵力爆发，都始终留守。尤其是神虚丹的存在，让他这里对于能活下去把握更大。可把握归把握，一切还需自己去拼命。他虽怕死，可既然都到了这种程度，生命之火随时可以熄灭时，怕已经没用了。想要不死，只能玩命，豁出去了。这就是白小纯此刻的思绪。随着他的降临，那大酋长疯狂起来，一样拼了全力要去反击。他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生死危机。虽然这一切让他觉得不可思议，他是元婴修士，哪怕只是元婴初期，可毕竟是元婴。而白小纯这里就算再强，他可以感受到对方只是结丹后期，就连大圆满都算不上。可偏偏这样一个结丹后期，居然给自己造成了如此强烈的生机危机感，这让他觉得羞辱的同时，更有强烈的忌惮。只是这所有的思绪来不及说出口，也来不及去想太多。这位大酋长疯狂之下，全身修为轰然爆发，使得他的肉身之力在这一刻仿佛成为了金刚一样。蛮荒土著与魂修不同，他们注重的肉身，身为大酋长，虽也擅长一些术法，可其根本还是肉身之力。想杀我！这大酋长咆哮，双手抬起，向着天空的人山诀狠狠地轰击而去。杀的就是你！白小纯一样咆哮，人山诀之力、水泽国度之力、上寒气息，在这一刻全面爆发。轰轰轰！声响惊天动地，让风云倒卷，让天地色变。这一幕甚至撼动了战场，使得战场上的双方修士都不约而同地看了过去，一个个都动容色变。还有其他的大酋长也都目不转睛地看着一幕，心神已掀起滔天大浪。还有那些在光幕内相互厮杀的炼魂师以及五大军团的强者，都在这一刻看向白小纯所在的地方。这一刻，白小纯的这一战被万众瞩目。在这一道道的目光下，巨响仿佛要开天辟地一样，轰鸣中，四周的上寒气息直接就被驱散隔离出去，而下方的水泽国度的利刺也都震动中慢慢消失。至于上方的白小纯，他身体狂震，喷出鲜血，猛地倒退开来，咔咔声下，他的人山诀的身躯出现了一道道碎裂，轰然崩溃，露出了他的本体后，他再次喷出鲜血，右手抬起时，竟再次吞下了一枚神虚丹。抬头时，他竟看都不去看战果，转身一晃，冲向光幕。与此同时，那位堪比元婴的大酋长，他所在的地方，此刻随着人山诀的碎灭，随着地面水泽国度的消散，随着四周寒气的隔绝，只有他的身影屹立在那里，可却一动不动。只是风一吹来，他的身体猛地颤抖了一下，从其头颅以及双脚开始，竟寸寸碎裂，被风吹散，身死神灭，魂飞魄散。直至死亡，他的目中都残留着震恐与不甘。渐渐的，整个身体化作飞灰，战场一下子安静了。很快的，粗重急促的喘气声此起彼伏，阵阵哗然之声惊天动地。不可能！天啊！结丹后期竟击杀了元婴，那可不是普通的元婴，那是我蛮荒部落的大酋长，肉身惊人。这白魔该死的，他不但没死，反而必定会因此声名赫赫。喧哗之声传出的同时，白小纯四周的那上万修士也都反应过来，一个个振奋的嘶吼下，簇拥着白小纯一起冲向光幕所在。四周阻挡他们的那些土著与魂修，一个个心神狂震，他们真的恐惧了，真的害怕了。看着冲杀而来的白小纯，他们面色苍白，下意识的就四散，不敢去阻挡丝毫。死在白小纯手中的土著、魂修太多了，如今就连大酋长都死在他手中，他们如何能敢去阻挡？而那巨幕光柱在这一刻更为密集，更为快速，阵阵破空声下，使得其他土著大酋长
无法靠近。与此同时，白小纯在战场上的那100人小队，此刻也都从四周冲杀而来。他们一直在寻找白小纯，如今都找到了这里，誓死守护。毕竟白小纯对他们不薄，尤其是眼下的白小纯，显然凭着今日的战绩，必定一飞冲天。他们目中岂能不狂热？还有那阵法光幕，也正向着白小纯这里全力倾斜。多方一起爆发下，终于将这距离再次缩短，使得蛮荒土著与魂修，包括那些大酋长，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白小纯很快的就冲回到了光幕中。在踏回光幕的瞬间，白小纯身体不断颤抖，显示出他此刻内心的激动。他之前所有的悍勇无畏，在这一刻化作了无尽的后怕。他面色苍白，气喘吁吁，转身时看着身后的战场上那数不清的土著，咬牙切齿：“你们给白爷爷等着！”光幕内，那些与白灵等强者相互牵制的上百炼魂师，此刻面色都极为难看。他们之中死伤不少，此刻彼此看了看后，竟纷纷倒退，直奔白小纯而去。与此同时，白灵等人岂能同意？瞬间5大军长以及所有的万夫长，还有一些5大军团内的元婴强者齐齐追出，相互厮杀时，这些炼魂师一个个竟全部散开。他们的目标并非白小纯，而是要离开光幕。彼此分散后，从不同方向冲出光幕，其中有一些更是距离白小纯不远。虽有心出手，可白小纯身边修士不少，且之前的斩杀大酋长的一幕也让人心惊，故而微微一顿后立刻离去。白小纯亲眼目睹这一切，极为警惕。好在那些炼魂师速度飞快，渐渐远去，他这才真正的松了口气，在四周修士的簇拥下，直奔长城，飞跃而起，回到了长城的城墙上。在归来的一瞬，白小纯仿佛全部力气都消散了，心脏加速跳动，看着战场的一幕幕，回想之前的凶险，他觉得自己仿佛捡回了一条性命。直至黄昏，随着黑夜降临，当陈鹤天与那红尘女也都停手后，双方大战才告一段落，彼此回归，留下了满地的尸体。此战蛮荒损失极其惨重，可相对的5大军团也是如此。在休整了一夜后，战争再次开展，杀戮之声、轰鸣之音回荡天地。很快的3个月过去，这场战争也持续了整整3个月的时间。蛮荒的土著大军不断的增加，同样的，界城方面的军团也在这几个月里补充进来，使得5大军团保持战力。3个月的时间，5大军团内有一个又一个名字因此这儿赫赫而起。可这些因战功而瞩目的名字里，白小纯才是最璀璨的一个。哪怕在这3个月里，他没有继续去前线，可他3个月前的彪悍与铁血，使得那可以说是被他救回的上万修士早已对白小纯狂热无比。他的战绩更是广为流传，在5大军团中几乎无人不知。同时，在蛮荒方面，一样因这场战争崛起了一个又一个强者，其中绝大多数都是炼魂师。尤其是在1个月前，随着战争到了尾声，那些炼魂师竟不再以魂出窍，而是亲自杀入战场。他们的这一次出手，立刻震动了战场。因为在他们的手中所施展出的法宝之物，虽算不上什么至宝，可偏偏任何一个法宝，居然都有至少7道以上的炼灵银纹，甚至还有一些法宝，居然是炼灵10次。而最惊人的，则是3个炼魂师，他们修为元婴后期，可凭着法宝，竟爆发出惊天之力，斩杀元婴的同时，甚至能去撼动如白灵般的准天人。因这3位炼魂师的法宝，竟是13道银纹，赫然是达到了炼灵13次。这一幕让不少军团修士大吃一惊，尤其是白小纯，甚至在听说了此事后，觉得不可思议，亲身又去了城墙，亲眼目睹后，他倒吸口气：这怎么可能？晋升千夫长！白小纯简直不敢相信自己所看到的这一切。要知道，在通天大陆，他看到的最多的炼灵法宝就是炼灵10次的了，可眼下居然在这里看到了如此炼灵之宝。不对劲，莫非在蛮荒内藏着有关炼灵的秘密？白小纯心思电转，下意识地感受了一下自己体内的那口龟纹锅。偏偏如白灵等人却没有丝毫意外，似乎对于这些炼魂师手中有如此炼灵法宝并不惊讶，反倒是目中露出火热，在出手时更为犀利，那种欲夺宝之心
格外明显。似乎这场战争对于这些军长以及万夫长而言，除了获得战功外，从这些炼魂师手中抢夺炼灵之宝，同样也是他们所期待的收获。这场战争在又持续了1个月后，终于结束，蛮荒退兵。随着那些残存的土著以及魂修，还有那些炼魂师的远去，长城方面没有追击。毕竟这一战对长城来说损失也一样极大。陈鹤天与红尘女2人不分胜负，都有伤势。在彼此离去时，白小纯首次看清了那红尘女的模样。此女穿着赤红长袍，有着一头漆黑的长发，看起来竟很是年轻，相貌秀美，仿若绝世一般，甚至比陈曼瑶都要靓丽几分。最重要的是，她的修为使得她全身上下散发出高贵之意，足以让看到的人怦然心动。而这一切对白小纯而言，她都不在意。此刻的她正发愁地看着李鸿明，李鸿明依旧是千夫长，不过这一战的战功使得他在千夫长中战功极多。小纯，你现在出名了，名气太大了。战争结束后的半个月，李鸿明在这一天晌午直接来到了宫甲阁，看到白小纯后连连惊呼。根据密报，蛮荒方面再次追加对你的通缉，你知道悬赏的是什么？天兽魂啊！虽然只是一份不知什么属性的天兽魂，可这价值太大了。要知道，若凑齐了金木水火土这5行天兽魂，那么就可以成就元婴境界。这种悬赏的价值，只有排名进入蛮荒必杀榜前10之人才可拥有。恭喜你，小纯，你现在于必杀榜上已经列为第10了，在你的前后可都是元婴修士，你是前30里唯一的结丹修士。白魔就是蛮荒对你的称呼。李鸿明羡慕地看着白小纯，他知道这个消息后，赶紧来告知，可白小纯却听得心惊胆战。一份天兽魂作为悬赏，白小纯忍不住吸了一口凉气，心底咯噔一声，愁眉苦脸。他可以想象，蛮荒的那些土著以及魂修，以后若是看到自己，必定杀意更盛。李鸿明内心不禁有些感慨，看着白小纯，他回想当初白小纯刚来长城的一幕幕。那个时候，他怎么也不会想到，这白小纯居然能在长城内外获得如此声名。又寒暄一番，眼看白小纯似有些失魂落魄，李鸿明拍了拍白小纯的肩膀，这才离去。直至李鸿明走了，白小纯才坐在那里，长叹一声：“罢了罢了，我就是这么一个在任何地方都可以惊艳绝伦的人。哎，大不了以后不出长城了，在这里熬过10年，就可以回宗门了。”白小纯安慰自己，这才从忐忑中平静了一些，可依旧还是略有紧张。他既担心蛮荒的魂修，同时也担心5大军团的人，毕竟现在自己的脑袋这么值钱了。好在白小纯的担心没有持续多久，这场战争的封赏也宣告出来，有不少人因此战从寻常军士升为10夫长乃至百夫长。可白小纯这里是仅有的2个从百夫长中升为千夫长之人。成为千夫长后，除了宫甲阁外，他还有了自己身为千夫长的领区，在那里驻扎着属于他的除了赵龙等100人外的900修士。要知道，百夫长与千夫长之间需要的战功海量，想要通过一场战争就成功晋升，可能性几乎不存在。至于另一个从百夫长晋升为千夫长的家伙，此人在这长城上已镇守超过100年，修为也是近年刚突破到结丹大圆满，更是无数次拼命厮杀，积累至今，这才成功。就算是白小纯这里击杀了不少魂修，击杀了一个大酋长，可战功上依旧还是不够。之所以能晋升成为千夫长，最主要的是那聚魂丹与100丈丹炉。这一切使得他在战功上突飞猛进，一举成为千夫长。身为药师，独创了聚魂丹，可改变战争格局，创造了炸炉之宝，能影响战场巨变，本身又是战力惊人，击杀众多魂修，甚至还灭杀了一个大酋长。虽只是肉身堪比元婴，不是真正的元婴修士，可毕竟这不是一个寻常结丹可以做到的。除此之外，更有上万修士被他所救，为其狂热，还有莫大的名气轰动长城，同时更晋升为千夫长。再加上蛮荒内对5大军团的必杀榜上，他列为第10。这一笔笔荣耀在这一刻叠加在一起后，形成的冲击让整个长城震动的同时，也让其他4大军团的君主对白小纯这里的重视程度骤然飙升。
谁拥有了白小纯，不但拥有了一位悍将，更是拥有了聚魂丹以及炸炉，甚至还拥有了上万修士的狂热忠心，名与利全部具备。如此一来，其他4大军团的军主岂能不动心？于是，在白小纯被封为千夫长的这一天黄昏，他所在的公甲阁外顿时有一道长虹呼啸而来。长虹内是一个穿着黑色铠甲的老者，这老者身上有阵阵黑气散出，于其头顶凝聚出一头猛虎的虚影。这猛虎双目赤色，似有妖气弥漫，看起来摄人心魄。老者修为更是不俗，已然是半步天人的境界。此刻走来时，仿佛可以撼动这一方天地，使得公甲阁内所有修士都心神一震，抬头看到后齐齐拜见。拜见黑妖军军主！赵龙等人也都内心震动，赶紧拜见。白小纯正在打坐，感受外面的威压后走了出来，看到了天空上的这黑妖郡军主。他与对方没有单独见过，只是在之前战场上曾看了几眼，内心诧异对方为何到来。白小纯也是抱拳一拜。那老者哈哈一笑，迈步间直接到了白小纯的前方，目中露出强烈的赞赏：“白大师，加入我黑妖郡吧！你在这里的一切待遇，只要到了我黑妖郡，老夫立刻给你翻3倍。”这个白小纯一愣，他在这包皮军内也很自在，暂时还没有要离去的打算。可这黑妖郡的君主目光火热，似极为盼望自己能同意的样子。他迟疑了一下，正不知怎么开口时，突然的远处又有一道长虹呼啸而来，人还没到，声音已然回荡四方：“别听他的，白大师，进入我七杀军吧！只要你加入我七杀军，给你10倍报酬的同时，我还保证你在蛮荒的这些年不会受到任何伤害，绝不会让你如之前那样陷入险境中。”随着声音回荡，一个穿着赤色长袍的中年男子刹那出现在了白小纯的身边，微微一笑。这男子相貌俊美，笑容温和，看起来似没有什么脾气与架子。可白小纯却记得，在战场上，这位的煞气之重，除了白灵，无人能比。保我平安！白小纯内心一动，立刻看向这七杀军的中年男子。他之前正发愁安危，此刻听对方这么一说，立刻就有些动容了。一看白小纯的神情，黑妖郡的老者着急了，正要开口，可突然的一声冷哼从天空降临：“黑妖郡与七杀军也未免太小气了，白大师，这种吝啬的军团加入何用？来我屠蛮军，不但给你20倍报酬，同时还保证你的安全，且一应药草，只要你需要，立刻给你弄来，什么灵酿啊、丹药啊，一切修行所需都给你。”一声冷笑从虚无回荡，第3道长虹从天而降，落在地面上，露出了一个魁梧的身躯。五军抢人，这是一个大汉，穿着重甲，看起来如一座小山，粗壮无比，双目更是凶光闪耀，狠狠地瞪了身边老者与那中年修士一眼，向着白小纯嗡嗡开口。黑妖郡的君主与七杀军的中年男子2人立刻怒视着大汉，3人之间似有战意激发。啊！白小纯眨了眨眼，他算是看出来了，这3个军长都要抢自己啊！同时内心已然彻底异动了，他觉得这屠蛮军是自己最好的选择。但就在这时，又一声冷哼从虚无传来，一同到来的还有一股狂风掀起的风暴，轰鸣四方，甚至卷动苍穹，使得苍穹出现一道道闪电，在其中一道闪电内，赫然走出一个白发修士。这白发修士随闪电而来，轰的一声落在了白小纯的院子里。随着他降临，一片闪电从他脚下猛地扩散四方，使得这庭院仿佛成为了雷池。偏偏却没有对白小纯等人伤害丝毫，唯独那3个君主都面色变化，各自修为运转，逼退来自他们四周的闪电。灭魂子，你要干什么？屠蛮军的那位大汉怒吼一声：“干什么？自然是要抢人！白大师，进入我灭魂军，本座保你10年内平安，给你50倍报酬，更保你回到宗门后荣华富贵，再给你所需一切药草与资源，甚至我这里还有一枚珍贵无比的元婴丹，你只要点头，这元婴丹立刻给你。”这白发修士淡淡开口时，右手抬起，他的手中立刻出现了一枚水晶般的丹药。这丹药刚一出现，立刻就散发出惊人的药香，使得赵龙等人全部动容。要知道，元婴丹属于极为重要的修行资源，就算是星空道集宗内也都不多，任何一枚都会记录在案，其价值之大，仅次于天兽魂。
甚至在众人渴望的程度上，已超过了天兽魂。毕竟天兽魂结成的元婴虽更为强悍，可毕竟需要5份凑成金木水火土5行才可使用。可这元婴丹对于结丹大圆满的修士来说，一颗就存在了一定的几率。突破修为，踏入元婴，虽对日后的发展有些影响，虽在实力上不如天兽元婴，可这也是元婴。毕竟不是所有人都有机会能凑成金木水火土5行天兽魂。白小纯来到长城至今，也都无法获得一枚元婴丹，可见此丹的珍贵性。而眼下，这丹药就放在白发修士手中，只要白小纯点头，他就立刻能获得。白小纯岂能不心动？他目光热烈看着那枚丹药。他尽管没打算以此丹成就元婴，可这元婴丹的另一个效果是在没有结丹大圆满时吞下，可让修为直接攀升，成为结丹大圆满。这将节省白小纯太多的时间，让他突破后期，踏入大圆满。看到白发修士居然拿出了元婴丹，另外3军的军主也都内心一震。元婴丹他们不是拿不出来，只不过此物对他们而言价值太大，他们不由迟疑起来。望着白发修士手中的元婴丹，白小纯目中露出强烈的光芒，深吸口气。眼看其他3位都在沉吟，他琢磨着再等下去未免吃相太难看，于是正要点头同意，可就在这时，突然的一声怒吼从天空蓦然传来：“混账，通通给老子滚！该死的，你们几个居然敢来我包皮军，抢老子的人不就是元婴丹吗？小纯，别听他们的，我给你3个！”声音如天雷轰鸣时，白灵迈着大步刹那而来，他脸上有怒意，这怒意不是对白小纯，而是其他4位。在他看来，这在自己的地盘里明目张胆的挖人，这分明就是让自己难堪。此刻来临时，滔天的煞气从他身上轰然而起，刚一靠近，他竟直接袖子一甩，顿时一股风暴扩散开来，向着那4人直接轰去。白小纯一看这架势，立刻后退。至于赵龙等人，早就远远逃走。白发修士4人也是面色一变，没想到白灵居然真的出手。4人立刻修为散开，眼看这5个军团的军主就要打起来，远处高塔巨幕内猛地击射出一道光柱，直接落在这5大军主身上。轰的一声，光柱之力磅礴，化作冲击，使得白灵5人纷纷后退。与此同时，陈鹤天那苍老的声音带着冰冷传入此地：“都回去！身为君主，成何体统？”白灵咬牙怒视白发修士4人，那4人知道理亏，干咳一声后，都满怀期待地看了看白小纯，这才一晃远去。白小纯眨巴着眼，看到4人离去后，又看向白灵，有些心虚，忍不住开口解释：“那个是他们来找我的。”白灵黑着脸走到白小纯身边，咬牙切齿：“小纯，那4个家伙不怀好意，别听他们的，留在我这里。你放心，安全没问题，草药没问题，报酬一样没问题，元婴丹也没问题。”白灵说着，忍着心痛，直接从储物袋内拿出2枚元婴丹，万分不舍地递给了白小纯：“我这里只有2个，你给我一些时间，我想办法帮你再弄1枚。”白灵心底也发愁，琢磨着自己该用什么办法去弄到1枚元婴丹。毕竟此物虽可以兑换，可实际上都要等很久才可有货源。白小纯拿着2枚元婴丹，怦然心动，又看了看白灵，想到对方对自己还算不错，且以后毕竟要在对方手下干活，于是神色严肃起来，摇头开口：“军长当我白小纯是什么人了？若真想去其他军团，方才君主没有到来时，我就可以答应了。之所以拖延，君主难道不明白原因吗？那4位君主，我白小纯惹不起，不好拒绝，我就是在等军长主你的到来。”白小纯袖子一甩，面色更为郑重：“君主对我恩情极大，我白小纯岂能强人所难？2枚元婴丹已是珍贵无比，那第3枚还请君主收回。”白小纯抱拳，深深拜下，心底有点得意，觉得自己这番话一本正经，更是说的滴水不漏，很是厉害。他这番话语，白灵不管信不信，都有些动容，都得领这份情。他望着白小纯半晌，越发觉得白小纯会做人。他轻吸口气，沉吟片刻后，忽然开口：“小纯，若有可能，尽量在10年内获得足够战功，成就万夫长。一旦你成为了万夫长，
那么你的身份、你的地位，甚至你们逆河宗都将彻底不同。我5大军团的万夫长，任何一个在回到宗门后，都可列为铁血堂长老，那是比其他任何堂口都要高贵的存在。你若能做到，那么从此你就算是踏入到了星空道极宗内最强大的势力中，只要不叛宗，足以横行。白灵没有说太多，只是隐晦的点到了后，这才转身离去。白小纯若有所思，目送白灵离去后，回到了阁楼内，拿出身份令牌去查看成为万夫长所需的战功。一看之下，他倒吸口气。这么多，白小纯有些啧舌。他不知道其他万夫长是如何晋升的，可从战功上看，那是上百倍的千夫长所需的战功，其量之大，需要至少上百次如之前那样的战争才可。还是算了吧，千夫长也可以了。白小纯有些气馁，摇头后收起身份令牌，看着一旁的元婴丹，目中慢慢露出火热。结丹大圆满，白小纯调整了下呼吸，开启这阁楼的禁制后，又安排下去，告知赵龙等人自己要闭关之事，准备稳妥后，已是深夜。他小心地拿起一枚元婴丹，缓缓地放入口中。丹药入口，立刻白小纯全身巨震，脑海更是嗡的一声，如有一道天雷在他神识内直接爆开，扩散出了一片片惊人的天地之力，在他的身体中猛地蔓延横扫后，又向着他的金丹所在直接融入进去。金丹大圆满！轰！元婴丹之力太过磅礴，好似怒浪一般，在白小纯的体内疯狂翻滚，所过之处，他全身经脉都在震动，扩散全身后，又统一的向着金丹所在直接涌入进去。白小纯的金丹蕴含天道气息，其内更有9层灵海，此刻这磅礴的天地灵力直接灌入其内，轰鸣间使得白小纯全身颤抖中，他修为的气息也骤然攀升。在这之前，白小纯身为金丹后期，距离大圆满本就不是很远，体内金丹的寒气已到了7、8成的程度，只要达到10成后，就可突破后期，踏入大圆满。现在随着海量天地之力的来临，不断将他金丹内的9层灵海充斥，更是随着他寒门养念诀的运转，正飞速的转化为阵阵寒气。这不是普通的寒气，这是上寒之气。而一旦能达到大圆满，白小纯的寒气一样会随之突破，从上寒变成至寒。至寒，那是可以冰封一片区域通天河水的惊人寒气，尤其是配合白小纯自身的不凡之处，可以说任何结丹在他的面前，只要碰触到了这至寒之意，立刻就会全身冰封，甚至形神俱灭，也都只是白小纯一念之间。就算是元婴，在这至寒气息下，也要受到很大的限制。而一旦白小纯能修为突破，成为大圆满，那么他的天道金丹之力也将真正的爆发出来，那是最强的金丹，那是可以撼动元婴的天道金丹。在这之前，他可以凭着神虚丹击杀那凭着肉身之力堪比元婴的大酋长。如今若白小纯踏入大圆满，那么就算是遇到在神通上堪比元婴的魂修，他也同样能与其一战。金丹大圆满，白小纯想到这里，内心满是期待，更是极为振奋。他等待这一天已等了很久，此刻稳住心神，寒门养念诀再次运转之下，他全身轰鸣，阵阵寒气赫然从其体内爆发出来。这寒气瞬间就扩散整个阁楼，眨眼间，阁楼内的一切都成为了冰封，甚至在外面看去，这整个阁楼瞬息就化作了一个巨大的冰块。咔咔声回荡中，守护在外的赵龙等人都面色变化，他们眼睁睁地看着阁楼成为冰块，看着一缕缕寒气四散时，这四周的广场以及其内的不少丹炉都瞬间冰封。好在他们之前接到了白小纯的通知，离开得很远，否则的话，怕是此刻也难逃被冰封的厄运。大人在修炼什么功法？这寒气之强，骇人听闻。赵龙与刘丽等人相互看了看，都倒吸口气，再次后退。看去时，发现从阁楼内散出的寒气，随着扩散，竟覆盖了大半个宫甲阁。所过之处，所有区域都成为了寒冰的世界。好在这宫甲阁内，随着白小纯的崛起，其他大师都搬了出去，否则的话，此刻一样也要被冰封在内。半炷香后，整个宫甲阁已完全成为了寒冰，远远一看，如化作冰山。这一幕幕
不但让赵龙等人震撼，就连包皮军的其他修士也都心惊，都注意到了此地的惊人变化。甚至那些元婴修为的万夫长也都内心震动。至于白灵，竟亲自赶来，站在半空中凝望宫甲阁后，他目露其芒。如此寒气，几乎已到了极致。若是他之前落入敌群时就具备此寒，想要归来将更容易。白灵越看目中赞赏越多，立刻下了命令，让包皮军修士守护四方，为白小纯护法。最后，此事甚至惊动了天人境的陈鹤天，巨幕内陡然发出一道强光，遥遥落在了白小纯所在的宫甲阁，似乎仔细的看了看后，才慢慢收回。这种寒气似还有新的变化，陈鹤天轻声低语，心里有所思忖。时间流逝，白小纯这一次的闭关持续了数月的时间。好在这数月里，长城外的战争虽还会时而发生，可都是小规模，如半年前那样的大战不可能频繁出现。而他的修行在这数月之后也到了最关键的时刻，他的体内金丹中那枚元婴丹的天地之力已全部涌入进去，使得9层灵海全部灌满，不断的滋生出寒气，渐渐似要将这金丹冰封，仿佛要将此丹化成冰丹。此刻他的金丹已被冰封了9成，寒冰散发出冷冽耀眼之芒，正缓缓蔓延。白小纯身体一动不动，如被封在冰中。又过去了3天，在这一天的黄昏，突然的，白小纯体内的金丹那冰的蔓延，将那最后1成也都占据后，整个金丹彻底的成为冰丹。轰鸣之声在白小纯脑海里猛地回荡，他的双眼更是刹那睁开，在其双目开合的一瞬，一股比之前要磅礴无数的惊人气息从他体内轰隆隆的爆发出来。修为突破，不再是金丹后期，而是金丹大圆满。成了！白小纯低喝一声，目中露出奇异的光芒。他立刻就察觉到，体内的金色冰丹内如今正散出远超之前的寒气，这寒气在体内游走，不伤害自身丝毫。白小纯缓缓抬起右手，目光看去时，立刻一丝体内的寒气出现在了指尖。在这寒气出现的刹那，四周的冰层立刻轰鸣，仿佛是被挤压一样，如同这一丝寒气的出现，对这冰层而言，仿佛看到了冰皇。甚至弥漫在宫甲阁的冰层，在这一刻竟猛然间继续扩散开来，使得外面的那些守护在这里的修士纷纷骇然躲避。致寒吗？白小纯面色如常，看着手指上的寒气，若有所思时，他发现在这自己体内的冰丹内，似乎有一些自己看不懂的变化正在发生，仿佛是在酝养着什么。白小纯沉默半晌，神色带着思索。他尽管不知道冰丹内在酝酿什么，可却能隐隐地感受到，似乎那是一种让他熟悉的波动。他更是有种强烈的预感，一旦最终成功破壳而出，必定石破天惊。像是预立，白小纯喃喃时，他目中突然爆出金芒。我知道了，我修炼的是寒门养念诀，如今寒已大成，那么这冰丹内蕴养的显然就是念。对于所谓的念，白小纯有自己的猜测与理解，他沉思少顷，将这些猜测压在心底，一切答案只需等这念力蕴养而出时就可揭晓。修为已是金丹大圆满，接下来就是不死长生功了。白小纯感受身躯那枚元婴丹的药力太大，除了支撑白小纯踏入大圆满外，竟还剩下了一些融在自己的血肉中，转化为了生机。不愧是元婴丹啊！可惜我不知道药方，不过也能判断出，这炼制元婴丹内的主药中有一味必定是生仙草。生仙草是一种近乎灭绝的药草，其最大的作用就是提供惊人的生机之力。传说这生机可让人成仙，此事当然不可能，但也能说明这生仙草的价值。如此来看，我就算现在吞下第2枚元婴丹，只要去压制，不让自己以此丹结阴，而是以不死长生功去吸收，那么就可以让不死长生功也突飞猛进。不死卷的第3层不死经，我如今已修炼到了双腿双臂，只差身躯与头颅了，而身躯所需必定极多。白小纯沉吟中，右手抬起时，取出了第2枚元婴丹，狠狠一咬牙，直接扔入口中，猛地咽下。陆续吞食2枚元婴丹，此事若放在外面，必定引起轰动。一方面是元婴丹价值太高，一方面则是很少有人能连续承受如此猛药的冲击。白小纯在吞下这第2枚元婴丹的瞬间，
元婴丹内爆出了撼动其全身的天地之力，扩散他全身经脉，眼看就要冲击他的冰丹，似要强行的让冰丹破碎，凝聚出最低层次的元婴。可就在这天地之力要碰触冰丹的瞬间，白小纯双眼一闪，不死长生功骤然运转，轰的一声，他的身躯在这一刻仿佛成为了一个巨大的漩涡，一股惊人的吸力凝聚而出，眨眼间如悬崖勒马一样，那些眼看就要碰到冰丹的天地灵力被猛地吸扯倒卷而去，融入到了漩涡中。真正不死劲！不死长生功在这不死卷中，只要有足够的生机，就可以近乎无限的加速修行下去。这一点白小纯当年就已知晓。这一路走来，他更是明白，为了修行这不死长生功，自己耗费的资源之大，可以说是耸人听闻。要知道，就算是逆河宗，也都支撑不起，怕是只有星空道极宗这样的源头宗门，才可以让白小纯在修炼上能够获得资源。可这只是不死卷的第3层，仅仅是到了不死金的程度，在后面还有不死骨以及不死血，可以想象，在那2层中所需的生机将更是无法想象。管不了那么多了，白小纯目中露出坚定。此刻，随着身躯化作的漩涡不断的吸收那完整的一枚元婴丹蕴含的生机之力，顿时他的身体散发出炙热。可偏偏这炙热却没有影响外面的冰层，而是在白小纯体内的血肉中不断的扩散。随着扩散，他清晰地感受到自己身躯内的经脉正在一条条的被重新塑造，于那塑造中，阵阵黑芒覆盖了他的身躯，一股越发强劲的肉身之力的波动在他的身上萦绕显现，甚至与四肢连在一起后，仿佛形成了一个静止，在他的身体上若隐若现。时间流逝，不知过去了多久。白小纯双眼猛地睁开时，他的身躯、他的四肢、整个身体除了头颅外，全部都爆发出刺目的黑光。在那黑光下，白小纯呼吸沉稳，目中露出精芒。他感受到了自己的身体，在这一刻，肉身之力竟增强了太多太多。而这还不是重点，重点是他在这一瞬，明显的感受到自己的身体似乎轻了很多，甚至有种错觉，似乎自己一动之下就可破空一般。这感觉让白小纯觉得惊奇，他忍下要去尝试的冲动，再次感受自己的肉身后，忽然吸了口气。这时，白小纯神色惊喜，他竟有了一种似乎要触摸到了桎梏的感觉。这感觉让白小纯精神一振，正想要一鼓作气，将自身的头颅也在这不死长生功下蔓延时，那枚元婴丹的生机已然不够，慢慢的消散开来。可惜了，白小纯有些遗憾，可更多的还是激动。金丹大圆满，不死长生功近乎大成，现在的我，有哪个结丹敢来招惹？白小纯大笑，猛地站起身，顺应身体的感觉，将那种似可破空的感受扩大，不去压制后，向前一步走出。就在他走出的瞬间，他前方的冰层轰的一声，白小纯的身体居然消失了。就在他消失的刹那，这四周的冰层立刻出现一道道碎裂，这碎裂急速蔓延，眨眼间就扩散整个阁楼，而后散出到了外面，占据了广场区域，没有结束，继续蔓延。那一道道裂缝如同冰龙，在短短的10几个呼吸的时间里，竟扩散整个宫甲阁。那咔咔之声惊天动地，守护在四周的包皮军修士纷纷心惊，赵龙等人更是如此。看去时，整个宫甲阁形成的冰山，裂缝无数，很快的就在一声轰鸣中，冰山崩溃，连带着所有草木、所有丹炉、所有屋舍，连同白小纯所在的阁楼，都在这一瞬四分五裂，仿佛形成了风暴，轰鸣八方。无数人吸气，纷纷震动的看去时，却一个个吃惊的发现，他们没有在那坍塌的阁楼内看到白小纯的身影。大师不见了，这是怎么回事？赵龙等人一愣，与刘丽一起冲出，直奔坍塌的阁楼四周。在这里，依旧没有看到白小纯的身影。就在他们寻找白小纯时，长城外之前的战场上，此刻虽没有战争发生，可这里的大地早已一片废墟般，虽尸体大都被处理，那种长年累月下形成的惨烈，还是使得这四周仿佛冥土。只有一些蛮荒中喜食腐肉的小兽才会时而出没，从那泥土内拔出埋在下面的残肢断臂，啃咬时发出咔嚓咔嚓的声响。此刻，
在这片如同冥土的大地上，突然的有一层波纹在虚无中摇晃，这波动似很不稳，在出现后还有黑芒扩散开来，远远一看，似形成了某种符文的样子。四周的不少食腐的小兽立刻被惊动，急速的奔跑散开，不敢靠近。与此同时，长城上值守在那里的修士也都察觉，纷纷神色凝重的看去，甚至一旁的战车也都被人开启，散发出光芒，仿佛随时可以激射而出。就在这时，那扭曲的波纹如水泡般砰的一声崩溃开来，一个身影从里面踉跄的跑了出来，刚一出现，长城上的修士都目中杀意一闪，正要出手，但眼尖之人却惊呼一声：“白大师，是白小纯！”长城上值守的那些修士一个个轻出了口气，有些无法理解的看着战场上突然多出的身影。那身影正是白小纯。白小纯刚一出来，神色内还有些茫然，可看向四周时，意识到自己是在什么地方后，他顿时头皮一麻。怎么到了这里？白小纯立刻紧张起来，生怕四周突然冒出一群魂修，于是赶紧飞身直奔长城。让我进去！飞奔而来时，白小纯立刻大喊。眼看长城上的修士迟疑，白小纯连忙取出身份玉牌扔出，这才验证了身份，踏入阵法光幕内，回到了长城上。白大师，你怎么出去的？我们都没看到有人出去啊，况且要出长城是需要君主手令的。四周修士看着白小纯，一个个都目露狐疑，不少人开口问了起来。那个意外。白小纯干咳一声，此刻回到了长城，他之前紧张的心才平静下来。他原本是在公甲阁的阁楼内，为了尝试那种破空的感觉，所以迈出了一步，可却没想到这一步迈出，他整个人竟踏入到了一个漆黑的虚无中。在那虚无里，他感觉自己的身体似乎要崩溃碎裂，恐惧之下连忙挣扎，好不容易挣扎出来后，就掉在了长城外的战场上了。如今回想，他心有余悸，解释了一番后，赶紧离开城墙。太危险了，以后可不能这么冒险。白小纯越想之前的一幕，越觉得后怕，可又一琢磨，自己居然穿透了长城与阵法光幕，出现在了外界，这种术法与瞬移有些相似，似乎又不是。毕竟长城与阵法光幕，除非战争时有巨木之力加持，才可让五大军团修士穿梭。平常的时候出去需要手令，进来需要令牌。可我似乎就那么的出去了。白小纯眨了眨眼，隐隐觉得自己这显然因不死金形成的奇异神通有些古怪。难道这才是不死金？针对一切禁制？白小纯想到这里，琢磨着要不要再尝试一下。可一想到那虚无里身体似要崩溃的感觉，立刻打住了念头。不行，太危险，就算要尝试，也要等我不死金彻底大成后，突破了桎梏，再去尝试。白小纯使劲地摇了摇头，刚刚靠近宫甲阁所在的区域，立刻就看到了赵龙等人正四下寻找自己。等看到白小纯后，赵龙一行人才松了口气。恭喜大师修为突破！大师，你看这里，要不要我们重新修建一下？赵龙等人连忙拜见，看向白小纯时，越发觉得白小纯高深莫测，明明是修炼，可居然能在众人的守护下诡异消失。宫甲阁已经无法居住了，白小纯身为包皮军千夫长，也有属于自己的领区，他索性大手一挥，不住这里了，我们去自己的领区。我也要成为万夫长。长城内有5大军团，每个军团都有自己的领地，分别位于这主城内的东西南北以及中心区域。而包皮军所在的东城同样也被划分出了10个区域，驻扎着10大万夫长，任何一个万夫长都具备元婴修为，且大都是从尸山血海中杀出，比同境之人不但在煞气上要超出不少，就连战力也都远超同辈。可以说，没有今天的功劳，又或者身后的背景，根本就无法脱颖而出，成为万夫长。而每一个万夫长所在的领区也划分出了10大兵营，被万夫长麾下的10位千夫长所统领。至于百夫长以及10夫长，则不再细分，隶属于所在的千夫兵营。白小纯的兵营就是在包皮军内第3军万夫长周兴军的领地中，与李洪明所在兵营挨着。从白小纯被晋升为千夫长后，这片兵营就已经被万夫长周兴军安排好，送来了上千修士，明显是对白小纯多加照顾。所以这被送来的上千修士
赫然都是白小纯在战场中救下的那上万人中的一部分，是最早的那一部分修士，其中有的来自其他军团，被白灵亲自去要了过来。这部分修士对白小纯感激在心，更是一路亲眼见证了白小纯的凶悍与疯狂，早已心服口服。对于能成为白小纯的手下，他们心底都有振奋。此刻，在白小纯来临的途中，这上千修士在兵营中，有的正于练法场内面无表情的施展神通，还有一些人则是彼此切磋，看起来似出手狠辣，可实际上都有分寸。可更多的都是单独盘膝打坐，鸦雀无声。整个兵营似乎存在了肃杀之意，极为压抑，使得外人不愿靠近。甚至在白小纯成为千夫长的这段时间，这兵营内都是这种样子。四周其他千夫长的手下看向他们时，也都心惊。就在这时，突然的，远处有一道长虹呼啸而来，这长虹速度极快，刹那临近，直接踏入兵营中。刚一到来，顿时这兵营内几乎所有人瞬间抬头，冰冷的看向来人。大人来了，就在路上。来人是个中年男子，一样的神色肃然，一样的蕴含了铁血之意，低沉开口。他话语传出的瞬间，兵营内所有修士全部身体一震。列队！立刻在这群修士内，身为百夫长的那数人顿时大吼一声。很快的，整个兵营运转起来。当白小纯到来时，看到的就是那一个个似曾相识的身影，正整齐地站在兵营外，凝望走来的白小纯。在相互看到的瞬间，这上千修士齐齐向前踏出一步，气势如虹，所有人发出了最大的声音：“拜见大人！”声音如天雷一般轰动八方，蕴含着敬畏，传遍着整个第三军的领地。包括李鸿铭在内的其他千夫长都听到了这声音，纷纷心惊。不少人都从四周的各自领区内走出，看向白小纯所在的方向。一眼，他们就看到了这上千修士，更是感受到了他们身上的坚韧不屈之意，还有那种仿佛藏在了骨子里的战意。这战意不是针对白小纯，而是只要白小纯一声令下，目光所至，他们就会将其夷为平地。骄兵悍将，这些人因对白小纯感恩，更因见证了白小纯的铁血狠辣，所以对其敬佩，继而狂热。他们再没有彻底报恩前，已属于白小纯的私军。李鸿铭等人看在眼里，心神震动。这是白小纯首次来到自己的兵营，他看着那些似曾相识的身影，感受着那股悍不畏死的疯狂，自己体内的血液似乎在这一瞬也都急速流动。他脚步停顿下来，脑海里浮现出的是半年前那场凶险万分的战争。半晌之后，白小纯缓缓吸了口气，他心中感动，他明白是自己救了他们，可同样的也是他们救了自己。尤其是他能感受到这些人目中的崇敬以及对自己的狂热，白小纯内心触动，他右手抬起猛地一挥：“跟着我，大家有酒一起喝，有肉一起吃，有战功一起夺，还有逃命时大家也一起逃。”白小纯大吼，他觉得自己这番话说得非常霸气。说完后，那上千修士一个个目中似都有了笑意，再次抱拳，齐齐咆哮：“遵大人命！”声音更为响亮，轰动四方时，李鸿铭等人一个个面色都有些怪异。他们见过很多同僚面对军士的讲话与鼓舞，可却从来没听到如白小纯这样直接的。远处包皮军所在的那如一口巨大的棺材的建筑内，白灵站在那里，遥望白小纯所在的方向，摇头一笑。他身边跟着10个穿着铠甲的身影，大都是中年，也有一些是老者，一个个神色中带着一丝玩味。他们原本正在商议关于包皮军的事情，被远处的吼声吸引，这才神识扫过。这白小纯说话也太直了，居然逃命还一起逃。白灵笑了笑，转头看向身后10人里的一个白发老者：“周兄，白小纯在你那里，此子对我包皮军用处极大，你要多照顾一二。”这10人正是包皮军的10大万夫长，那白发老者便是白小纯的上级，第3军万夫长周兴军。他闻言笑了笑，微微点头：“君主放心，就是在老夫那里，白大师的安全必定无碍。”白灵点了点头，收回目光后，与身边这10个万夫长开始继续商议关于包皮军的要事。与此同时，白小纯也在四周上千修士的簇拥下进入到了兵营中，将这里当成了自己新的居所。赵龙等人作为亲卫，
立刻安排下去。很快的，这兵营里星号外外守护的极为严密，任何来往之人，若没有手令，难以踏入丝毫。毕竟如今的白小纯不但是千夫长，更是蛮荒击杀榜内排在第10的人物，一个天兽魂的悬赏。动心的不仅仅是蛮荒，甚至还有修士，毕竟诸如此类的事情，曾经在别人身上也有发生过。时间流逝，很快过去了半年。白小纯来到这长城已有近2年之久，可自从他成为千夫长后，长城外的战争虽一样经常发生，只是如当年那种规模的，却几乎再也没有过。而白小纯对于长城也早已熟悉无比，他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每隔一段日子，穿着千夫长的铠甲，带着大量修士，大摇大摆地走出兵营，在长城内溜达，享受着每次外出时其他路人以及修士看向他时那种带着敬畏与羡慕的目光。这种事情，白小纯乐此不疲，非常热衷。赵龙等人开始还很诧异，那上千修士也是如此，彼此神色古怪。可慢慢随着次数多了，纷纷知道了白小纯的性格，只能尴尬一番，渐渐也都习惯了。只是白小纯外出的次数太频繁了，甚至有些不务正业，就连白灵也都听说，很是头痛，于是安排一番。这一天，当白小纯带着上千修士再一次出行时，他享受着四周路人那羡慕的目光，竖着耳朵听着来自四周的低声议论，正心里美滋滋时，忽然的，在远处竟足有数千修士穿着整齐的铠甲呼啸而来，所过之处竟直接清场一般，让这四周所有人全部推开100丈范围。哪怕是白小纯这里，那些人分明看到，可还是踏步而来，直接驱散。你们干什么？白小纯立刻不干了。万福常年知荣大人出行，尔等立刻退后。那修士星号的开口，袖子一甩，手中拿出了一枚令牌。这令牌一层写着年字，另一侧则是包皮图腾。在5大军团，能有这种带着自身姓氏令牌的，只有万夫长。拿出令牌后，这修士不容分说，直接挥手，顿时他身后数千修士上前，轰杆一样将白小纯等人推后。白小纯很不高兴，可却没有办法，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足有近万修士出动，几乎将四周全部清场后，远处华光璀璨，一个老者穿着赤色铠甲一路走来，其身后跟着10位千夫长，每一个都恭敬无比，簇拥此人一路走远。而被推赶在100丈开外的不少人，在看到这一幕后，立刻就爆发出了阵阵的欢呼声。那一道道狂热的目光，比之前看到白小纯出行时强烈太多，甚至嗡嗡的议论声此起彼伏，传入白小纯耳中。万夫长！天哪，很少看到万夫长出行，任何一个万夫长在长城内都是惊天动地，跺脚就可让8方震动的大人物。那种气势，那种排场以及霸道，看得白小纯目瞪口呆，连连吸气后，他内心酸酸的。有什么了不起的？不就是万夫长吗？白小纯看着对方的排场，狠狠一咬牙，我也要成为万夫长。未完待续。